各位，赖清德坐着斯威士兰那个黑娘们的拉货的专机是吧？伪装成一件货物窜访非洲，我不是开玩笑吗？我说那个非洲的酋长国啊，那国王就带着阴茎鞘啊，你看我果然是说对了吗？那位说没看见，那不能让你看见啊，对吧？这个事情呢成了一个国际上的笑话了啊！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又再次的讽刺赖清德呀，说赖清德偷渡式的外窜，坐实了台独分子已是过街老鼠。5月2号，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仓促的窜抵斯威士兰。外交部国台办当天连续发声，严正批驳这场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的政治闹剧。赖清德此番以偷渡式外窜，丢尽了台湾同胞的脸，也坐实了台独分子已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过街老鼠。赖清德费尽心机，不惜鼠窜的这场闹剧，凸显妄图在国际社会谋求台独四处碰壁的窘境。赖清德最初的计划高调出访，连续吃了闭门羹。一开始呢，赖原定的航线所经的非洲国家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拒绝向其包机发放飞行许可。岛内的媒体还爆出其走投无路之下，又向部分欧洲国家，包括曾经被民进党当局吹嘘为友台的个别国家请求过境，再次收到闭门羹。最终赖只能不顾颜面，偷偷地钻进了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如此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可笑的是，沦为国际笑柄的赖清德之流还在自鸣得意，此次见不得光的偷渡，但明眼人都看出这根本不是所谓的外交成果，而是台独的穷途末路的真实写照。赖清德此次外窜，让岛内的民众更加看清了台独分子的丑陋面目。一方面，当前岛内呢正遭受地震，赖清德不管不顾，执意窜到一个落后的非洲小国刷存在感，这种无视民众呢安危冷暖，一心追逐台独私利的做法，令岛内的民众倍感愤怒。另一方面，赖不惜挥霍公帑，上演金元外交，将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用于个人政治表演。由此可见，赖清德对岛内的民众冷血无情，台独立场顽固，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必为广大台湾同胞所唾弃。岛内的最新的网络投票显示，高达 95% 的参与者明确支持弹劾赖清德，民意有力的说明，台独分子不仅在国际上处处碰壁，在岛内也已是人人喊打。祖国必然统一，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台独的分裂势力的诡计花招只是垂死挣扎。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的势力，以什么样的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举世唾弃终将败亡的命运。洪秀柱也是对此神补刀。好吧，你问吧。所以就是这一次要实话定人，你说这种抵达后公开这样的模式好吗？当然不太妥当嘛。身为一个这个要出去光明正大一点嘛，怎么会夹带的用夹带的方式出去？实在是有点偷鸡摸狗的那种行径啊，非常不好。还没面子，我觉得很丢脸，没面子。现在我很担心是他怎么回来，他是不是还是用他们的飞机夹带的回来，还是怎么回事？还是索性就留在那儿好了哈？真的是变成驻外使节，成这个帮助的进行对这邦交，他是要这样做吗？我不太晓得，我只觉得很奇怪，很奇怪的行径。夹带而去，不晓得他如何回来，是不是也要夹带回来？这我一个质疑。主席想问一下，针对军购比较是3800加 N 还是8100？我是觉得3800加 N 呢，你后面注意一个加 N 呢，这是很有学问的一个说法了。也就是说，你
到底美国他要卖给我们什么东西？没有一个发价书，没有一个单子，没有一个具体的项目。可是我已经给3800亿，我是很清楚的。那么剩下来到底是什么？你说不清楚，讲不明白，要大家随便给你加钱呢，也是很奇怪。这个 N 字很有学问了，加 N 这个数字未定，也就是说你只要把这个具体的项目写出来之后。还是经过立法院大家党团讨论嘛，我可以加多少？可能也许就是8000亿啊，也许是9000亿，那不一定。可是你总要拿出一些东西，我们不能够莫名其妙、平白无故，而且人家交了钱，到现在为止有这么多的武器都还没交给我们。天下有这样做买卖的一件事情吗？我觉得欺负人嘛，是不是？我们的到底还有没有格啊？是予取予求，任人予取予求。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打击我们自己自尊的一个行为，我们不是人家殖民地，我们不是美国的殖民地啊。你怎么看？就是出访之后，这个大陆的态度蛮激烈，那可能接下来我们的国际，你说谁出访？就是赖出访施瓦蒂尼之后，这个大陆的反应蛮激烈，那可能国际空间大家担心接下来会变得更压缩。我觉得最主要是看我们自己的态度了，很多事情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你想讲什么话就光明正大的讲。你对大陆关系，我们是离不开的，是离不开的。那你怎么样要两岸能够和平？你总是要有点智慧吧，那么同样的，你用这种偷鸡摸狗，但人家看起来觉得我们很丢脸了，当然讲话也不会太好听了。是你看你摸我讲话也不太好听嘛，是不是？这是偷鸡摸狗的行为嘛。那么因此呢，这个我觉得，既然你作为一个领导人啊，你就是大大方方、堂堂正正，你觉得你有道理，你就好好讲，不要做这种事情了，也难怪人家会嫌我们。他说，现在季立联现在之前在中常会上面说要建议开除韩国瑜党籍，你会建议接下来党中央怎么处理吗？你说，季副主席，季副主席是个军人出身嘛，有时候说话可能激动了一点啊。那么我认为他或许没有其他的不良的这个动机啊，或者专门要对付谁啊，那只是说话比较冲一点啊。朱姐，你怎么评论郑丽文从会后又6月访美要见川普，还有他这阵子的表现？郑丽文主席刚刚上任嘛，他很多事情，包括党务啊各种事情，其实他也是内外怎么讲呢，非常焦虑了哈，对外也好，对内也好，对内部的团结，尤其选举的这个安排，各种的布局，那同时也希望国际能够多我们了解，多些了解，所以他的这种做法有他的一个想法了，可能每个人认知各有不同，有的人是先安内后攘外，先是安内啊，所以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我们只是希望说，他既然做了这个主席嘛，他自然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们也尊重他的想法。当然，必要时候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啊。那么大家党内就好好谈一谈，总是希望这个党能够更好了啊。谢谢。大陆的网友啊，对此呢，这个有话说，说这个赖清德台独们啊，固然是跳梁小丑，他们很可恨，但是呢，这个明独不可怕，可怕的是国民党内的那些暗独分子。这个军购的部分呢，又没有提到说这个想要跟 GDP 3%嘛？你的意见说，其实大家外界说其实跟正院版差不多。那怎么看绿营就有说是希望可以透过你来唤起国民党内这个理性派的声音，甚至这个囚犯田新闻是有人说，这是国民党的悲哀，怎么看这件事情？回到理性、尊重第一线的专业人士来做一个判断。那我们也同时在编所有的预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负起监督的责任。我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拜托大家，不管是哪一个版本，赶快协商，赶快审查，也要快速的通过。所以保护台湾，我咱的医生会当监督心理团结，是咱今嘛上重要的代志。所以希望我们尤其国民党的党本要赶快提出来，赶快协商，赶快就立法院来做一个详细的审查。好，谢谢。因为国民党现在内部意见分歧，然后党内就有人觉得说支持超过3800亿就是 CIA 走后，你怎么看？任何人大家都可以有不一样的意见，但最重要的保护台湾是上重要的代志，没有办法保卫台湾，就不要去设想谈和平。
大陆的网友说，其实啊，都错怪赖清德了。和平统一的关键的阻碍并不是他，恰恰是那些你们以为在拉拢的统派，他们才是最危险的战略麻醉剂。现在一谈到台湾回归，很多人把习惯的目光呢盯在赖清德身上，好像只要把赖清德看清楚，两岸局势就能看明白。你可仔细想想，赖清德的路线从来不是暗的东西，他靠什么政治叙事上位啊？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呀？外界并不陌生，都是公开的。真正容易让人误判的，反而不是这种名牌的对手，是那些一边讲两岸交流，一边又不敢把统一讲出口的所谓的统派。2024年的台湾地区的领导人的选举已经给过一次提醒了，赖清德、萧美琴的得票率约40%，侯友宜、赵少康约3%，柯文哲、吴欣盈约2%6%，蓝白阵营加起来票数并不低，却没有形成真正的面向统一的政治主张。台湾省的选务资料库记录了这次选举的候选人得票情况，结果本身不复杂，复杂的是它暴露出的台湾的政治空气。很多人可以反对民进党，却不愿意承担推动统一的责任，这是问题的要害。国民党常常被一些人当成还能争取的对象，可是侯友宜在2023年提出的是所谓的合乎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的9·2共识。岛内的学者当时也分析，这种表述主要是为了稳定蓝营的基本盘，而不是把统一的方向讲清楚。如果一个政党连在竞选中正面谈统一都要反复的掂量，担心扣帽子，担心流失选票，那他还能被当成和平统一的主力吗？柯文哲更直白，他在2024年1月就说过，现阶段两岸不可能统一，也不可能独立，还把重点放在不要碰触底线，寻找平衡点。这类说法呢，听起来不激烈，甚至呢有点务实的外衣，但它真正传递的意思是把历史的问题无限期的搁置，把统一从现实的议题变成没人愿意碰的远方的概念。民进党公开对抗，至少让人知道风险在哪里。这种别急再等等，先维持现状的政治话术，才更像是一杯温水呀，喝下去不觉得危险，时间久了却让判断力慢慢的迟钝。有些所谓的统派人物到大陆访问的时候说得很亲近，文化同源，血脉相连，经贸合作，一句比一句好听。可他们回到台湾社会，马上换成另一套说法，统一不提了，民族大义变轻了，选票的算计被摆在前面。你看着他们来往频繁，以为这是桥梁，其实很多时候只是政治生意而已。你听他们说都是一家人，以为这是共识，可能其实只是场面话。最怕的不是别人拒绝你，而是有人让你相信他会帮你，最后却只帮自己留退路。大陆呢，对这类力量需要有更冷静的判断，交流当然要做，民间的来往也不能停，但不能把少数政客的握手、合影和漂亮话当成统一进程的核心的依靠。真正应该下功夫的是让台湾的普通民众看见统一后的安全感、发展机会和身份归属，而不是指望那些在岛内连统一2字都不敢认真讲的人替历史负责。和平统一不是请客吃饭似的热闹，也不是靠几句温情口号就能抵达的终点，它需要实力的支撑啊。好吧，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